呀，完了，粘住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，今天就来给大家分享3种不同口味的冰皮月饼。先来做咸蛋黄肉松馅和芋泥馅，咸蛋黄里加一点白酒，然后和芋头可以一起放到蒸锅里蒸20到30分钟。蒸熟以后就把咸蛋黄压碎，然后把咸蛋黄和肉松、沙拉酱放在一起，把它们抓拌均匀，这个肉松咸蛋黄馅就做好了。这个馅做起来很简单，很快手。再来做芋泥，把芋头压碎，放一点紫薯粉和糖，搅拌均匀。没有紫薯粉也可以蒸芋头的时候放几块紫薯一起蒸。如果喜欢吃有颗粒感的，就不用再用机器打了。如果喜欢吃细腻一点的，就可以用机器再给它打细。我这个芋泥做完以后比较稀，因为我这个芋头是很久之前买的了，一直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了，可能冻完以后水分比较大，做完以后就比较稀。如果太稀了，就放到不粘锅里给它炒干一些。如果是新买的荔浦芋头，然后里边又加了点紫薯的话，可能混合完以后还会干，如果干的话就加一点牛奶或者淡奶油，就根据它的状态来看用不用炒这个馅儿。如果能不炒的话，那就省事儿了。小火一直不停的翻炒，炒到这样成团就可以了。放在盘子里晾凉，凉了以后就给它分成25克左右一个的小球球。本来我想做纯芋泥馅的，但是这个量炒完以后有点少，后来我就琢磨把做好的肉松咸蛋黄放里边一点，芋泥和肉松咸蛋黄也挺搭的，这样应该也更好吃。芋泥球一个是25克，肉松咸蛋黄一个5克，给它包在里边。我用的是50克的月饼模具，馅儿我都统一在30克左右，皮用了25克左右。把这个芋泥整成一个小碗的形状，然后把肉松馅放在里边，给它包起来。这个还挺好包的，没有难度。全部包好以后盖上，放到冰箱里冷藏。剩下的肉松咸蛋黄馅就分成了7份，差不多是28到30克的样子，也盖好冷藏。然后再来做一个奶酪奥利奥馅的，奶油奶酪里加入糖，用打蛋器搅打顺滑。奥利奥我就是在家门口小卖部买的原味奥利奥饼干，把芯儿给去了，用烘焙专用的那种奥利奥碎应该会更好。我就直接给它掰成小块放在奶酪里了，没有给它弄得太碎。然后再用刮刀轻轻地拌一下就好了。也是给它分成30克一个球，一共分了4个。它现在还比较软，你就这一堆儿给它放在盘子上，然后冷藏去就好了。3种馅儿都搞定了，就可以来做冰皮了。先把炼乳、糖、油、牛奶放在一起，混合搅拌均匀。拌匀以后，再加入糯米粉、粘米粉、淀粉，搅拌均匀就好了。其实全用糯米粉也可以，但是吃起来很黏很软。加入一定比例的粘米粉，可以让冰皮月饼成型比较好，又有一定的嚼头，口感上会更好。再有就是里边也加了一点淀粉，这样做熟之后它会有一点透明状，这样成品也会更好看一些。过滤一下，然后放到蒸锅里去蒸，中大火蒸20到25分钟就可以了。不要蒸时间太久，因为我有对比过，蒸太久它颜色会更黄，而且揉完以后也会看着更粗糙一些。等待的时候可以用小火干炒一些糯米粉，炒熟，等会儿包好当蘸粉用，一点点就可以。其实我这个都炒多了，没有生粉味就好了，然后放在碗里备用。这个冰皮蒸好以后就给它拿出来，千万不要在蒸锅里焖着，焖着也相当于又在继续蒸。翻动一下给它散散热，然后等它不烫手了，戴着手套给它揉均匀。蒸完以后有些油是没有被吸收的，这个没关系，揉一揉就能被吸收了。这个一定要戴着手套操作，因为它是会粘手的。给它揉均匀，很光滑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可以给皮调颜色，看你每个口味做了几个馅儿，就按一个皮25克分。我是分了3份，一份100克，一份125克，剩下的一份大概是170到180克。奥利奥奶酪口味的一共做了4个馅儿，那我就给它的皮做成可可味的，
100克的面团里加了大概是5克可可粉，揉均匀。芋泥馅儿我一共做了5克，那就是125克的面团，放了大概3克左右的紫薯粉。但是这个我不想做纯色的，我觉得来点白会更好看。揉之前切下差不多1/3的白面团，剩下的加入紫薯粉。果蔬粉建议先少放，慢慢的揉，调到你喜欢的颜色。一下放太多的话，颜色可能就太深了。揉好以后，就把这2个面团都搓长，给它们搓的一样长。然后就这样给它们交叉着卷起来。再给它分成5份儿，最好是再放在秤上称一下，每个皮是25克左右。虽然我是这样分的，但是其实我还是放到秤上称了一下。然后就可以给它按扁，就可以包馅了。要是太长的话，把2头给它捏在一起，给它整成圆形。就这样，2头捏在一起，然后再压扁。把比较好看的那面朝外，把这个皮儿放在手上，再压一压，压大一点。然后把香芋馅儿放在上面，给它包起来就好了。这个很好包的，只要你那个馅儿软硬度合适，就很好包。这就行啦。我是5个都包好以后再压的。找一个你觉得最好看的那面，给它蘸上糯米粉，就蘸这么一点就可以，千万别给它全裹上。然后在手上再搓一搓，把这个粉给它搓开，给它按扁。模具是什么造型的，你就给它照着模具的形状整，反正能放进去就行，别碰到边上的皮。放在盘子上，盘子上要铺上油纸。把模具放在上面压一下，然后再把模具抬起来就可以了。快看快看，是不是很美呀？美美的。就是到这一步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压完以后心情老好了。表面盖上保鲜袋，因为保鲜袋不像保鲜膜似的那么薄，会粘在上边，不会影响它的造型。然后给它放到冰箱里去冷冻一会儿。绿色我是包的肉松咸蛋黄馅的，绿色和紫色做法是一样的。也是切下1/3白色的面团，然后放上抹茶粉或者斑斓粉都可以。这个肉松咸蛋黄馅因为在冰箱里冰过，也是很好包的。最好就是都包完以后再压，因为刚包完中间那个馅还比较硬，可以放在一旁让它回软，这样就好压。还买了一个醒狮模具，但是我怎么觉得我这个醒狮压完以后不好看呢？我感觉我可能买了一个山寨的。奥利奥馅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先给它搓一搓，搓圆了，然后再包就可以了。这个包好以后要放一放，要等那个馅回软了一些，然后再压芯儿，要不然硬压的话，那个皮就会破。压完以后尽量先不要碰它，因为这个时候还比较软，容易变形。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会儿，冻个半小时就行。要是不吃的话，就一直冷冻，冻1-2个星期，口感都不会变的。冷藏也可以，冷藏1天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如果冷藏时间太久的话，就好几天，那它可能就会变干变硬了。冻硬了以后拿出来放在室温下解冻，等它回温了软了就可以吃了。不过解冻的时候把盖子或者表面盖的东西打开，因为会有水汽。啊，我们家猫为什么不怕这个狮子？这个狮子明明看起来超凶的。看，薄皮大馅儿。现在是我的吃播时间，我要先吃这个咸蛋黄芋泥肉松的。这个皮可软可软了，糯糯的，芋头很香，沙沙的。吃到那个咸蛋黄和肉松的时候，咸蛋黄也有那种沙沙的口感，咸咸的，然后肉松还有一点脆，这个可谓是甜中带咸，绵软中带脆，
口感特别丰富，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吃。真的很好吃哎。好软啊！再尝尝这个奶酪奥利奥的，我感觉可可粉的味道不是特别浓郁，放的不太多，奶酪依然是好吃的。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奥利奥饼干好像选的不对，我就是在超市买的那种很普通的原味的奥利奥饼干，我感觉。是不是应该用那种烘焙专用的奥利奥碎？因为那个可能吃起来会比这个更脆一点。这个跟奶酪混在一起以后，它有点变软了，就不那么脆了。但是也好吃，这个口味也没放太多糖，也不会很甜。喜欢奶酪和奥利奥的人可以做这个口味。这个口感就是比那个刚才那个稍微单调一点点，缺少了香芋的味道，但是它也很好吃，咸口的，不会甜腻。这个能吃到更多的咸蛋黄和肉松，咸蛋黄吃起来沙沙的，肉松脆脆的。喜欢咸口的人就可以直接做这个。然后最后我还想给大家提个醒儿，就是如果你们要把它摆在这种大理石的盘子上的话，最好把这个盘子上铺上保鲜膜，要不然的话它就会是这个样子，粘上了，下不来了。我想拿它，就是它很软，你一拿它就容易变形，或者有可能它底下那个皮儿就掉了。但是如果你想把它拿下来，也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先把它冷冻，冻硬了，然后再用刮板把底下给它铲下来就可以了。我是不是可以给它做个标本？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！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，阖家欢乐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